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那张大嘴巴，口无遮拦，这个全世界人民见怪不怪。但当选以来，他的各种嚣张语言还是让全世界大感意外。比如要把加拿大纳入美国的第51个州，要把格陵兰岛纳入美国版图，把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或者重新夺得巴拿马运河管理权等等，所有言论都极度毁三观。且不说能否得逞，但这样的言语确实像一个美国西部牛仔，像世界最大流氓的做派，这对美国国家声誉的破坏绝对是毁灭性的。所以在惊讶的时候，其实我暗暗感到高兴。特朗普在透支美国信用，这不是再好不过的事吗？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西方极力向全世界推销的所谓民主原来是这么一副嘴脸。原来它不是什么民主楷模，实则是世界最大的恶棍，这多么讽刺呀！而西方国家竟然少有人敢公开出来叫板特朗普，也少有西方政客出来批评美国的霸道。特朗普的讲话不代表他本人，而代表美国立场。大家试想下，如果是中国一把手说出这么嚣张的话，西方政客及媒体又会怎么反应呢？一定是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在炮轰口诛笔伐了，肯定把什么独裁呀、帝国主义等等词汇也派上了用场。对于吞并格陵兰岛的言论，欧盟官员只是不痛不痒地说那是非常假设的威胁而已，这双标也太明显了。德语媒体当然也给予了大量报道。我们先看德国柏林晨报的报道，内幕人士揭示特朗普真正想要格陵兰岛的原因。配图说明，岛上的阴影，小唐纳德·特朗普周二登陆了世界上最大的岛屿。这位美国当选总统的长子强调，这是私人政治的访问。未来的美国总统正沉浸在帝国幻想中，不排除使用暴力的可能。现在，一位丹麦官员谈起了特朗普的计划。美国未来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帝国主义言论目前毫无止境。他大肆宣扬加拿大是美国的第51个州，质疑巴拿马运河的地位，想将墨西哥湾改为美国湾，并且公开谈论格陵兰岛，它是丹麦王国的一部分，具有特殊地位。特朗普公开谈论，并想违反所有适用法律，将格陵兰岛并入美国。格陵兰将因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而受益匪浅。特朗普最近这样说，并质疑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岛屿与丹麦之间的历史联系。特朗普这样做只是表明了他的无知。更糟糕的是，当《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问及此事时，他拒绝排除在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来实现其目标的可能性。担心格陵兰独立后局势不稳，但为什么偏偏是格陵兰岛呢？格陵兰岛位于北大西洋，人口不足6万，大部分被厚达3200米的冰层覆盖。然而，冰层之下蕴藏着宝贵的矿产资源，例如手机所需的稀土。单凭这一点就能解释未来的白宫强人对该岛的胃口。但据丹麦官员称，特朗普主要对其他东西感兴趣。据美国 CNN 报道，特朗普主要关心的是美国的军事战略利益，承认根据与丹麦达成的协议，美国有权在图勒维持一个军事基地和雷达设施。然而，美国防务专家担心，格陵兰越来越希望完全独立于丹麦，因为迄今为止，丹麦一直掌握着外交政策问题的决策权。自1949年北约成立以来，丹麦一直是北约的成员，这意味着格陵兰的领土是西方军事联盟的一部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丹麦官员告诉 CNN，正是这些独立努力让白宫感到紧张。这位内部人士告诉美国 CNN， 独立后的格陵兰可能不再是北约成员国。他补充说，格陵兰岛可能会变得政治不稳定，与美国的关系也会受到影响。这意味着格陵兰可能更容易受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北极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关注的焦点。距离格陵兰东海岸不远处就是俄罗斯船只和潜艇前往大西洋的入口。美国军事战略家也对俄罗斯与中国在北极和北冰洋日益增加的合作感到担忧。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辩护。特朗普最近说，华盛顿需要这片领土以保障经济安全。12月，
他已经用国家安全原因解释了美国对格陵兰的主权要求。在其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公开表示打算在2019年购买格陵兰岛。特朗普的格陵兰计划遭到了美国的北约盟国和欧盟的激烈反对。德国总理欧拉夫·舒尔茨举例说，世界边界绝不能被武力移动。他没有明确提到特朗普不可侵犯原则适用于每一个国家，无论他是在东部还是西部。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周四在布鲁塞尔明确表示，我们必须尊重格陵兰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格陵兰是丹麦的一部分。奥地利德语媒体标准报对此也做了报道。现在咱们来看这个报道。特朗普不排除为控制格陵兰岛施加军事压力，并为北约设定了5%的目标。特朗普希望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墨西哥湾今后将被称为美国湾。他将国防开支占 GDP 的5%作为北约的目标。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介绍了他1月20日就任总统后的一些计划。他不仅强调了之前已知的经济和外交政策计划，还重点阐述了他为自己设定的新目标。在外交政策方面，特朗普最近几天强调了美国对一系列邻国和地区的主张。此前，他曾多次威胁称，如果不取消对美国船只征收的关税，他将收回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根据特朗普的声明，他的团队已经在与巴拿马政府进行谈判。他明确表示，如果达不成协议，不排除军事或经济压力。这位美国总统希望从丹麦手中接管格陵兰岛的愿望也是如此。当记者问他能否向全世界保证不会使用军事或经济力量时，特朗普说不能。这位共和党人强调，他不会对此做出承诺，可能必须有所行动。同时，他的儿子小唐纳德对格陵兰岛的访问也强调了这一主张。虽然据说这是一次纯粹的私人访问，没有约见决策者，但他强调了即将上任的美国政府希望获得更多影响力的愿望。与此同时，在加拿大总理小土豆辞职后，特朗普利用他的真理社交平台再次为这个邻国加入美国而奔走呼号。根据特朗普未经证实的说法，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将对此表示欢迎，他将利用经济压力来接近这一目标。加拿大和巴拿马反对。巴拿马外交部长哈维尔·马丁内斯·阿查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特朗普的言论说，我们运河的主权不容谈判，运河的任务是为人类和全球贸易服务，控制运河的只有巴拿马人，今后也将如此。巴拿马运河由美国在20世纪初修建，并由美国长期控制，后来管理权逐渐移交给巴拿马。这个中美洲国家收取的费用被认为是标准的市场费率，因为他们是根据通过船只的大小和吨位收取的。据主管当局负责人称，美国为了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所要求的美国货轮在巴拿马运河的优惠待遇将导致混乱。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局长告诉《华尔街日报》，规则就是规则，没有例外。加拿大政府代表也强烈反对这些言论。加拿大外长乔利在 X 上写道，特朗普完全误解了加拿大的内涵，我们的经济很强大，我们的人民很强大，我们绝对不会屈服于威胁。特鲁多在 X 上写道，加拿大成为美国一部分的可能性比地狱里的雪球还小。不过特朗普并没有就此放过加拿大，他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墨西哥湾将在他的政府下正式更名为美国湾。美国的邻国对此进行了反击。墨西哥总统建议美国南部可以像17世纪的世界地图那样重新命名为墨西哥美洲。为什么不叫墨西哥美洲呢？这听起来不错，不是吗？他在每日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委员会认为存在非常假设的威胁。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特朗普的威胁是非常假设性的。周三在布鲁塞尔，他对记者说，幸运的是，这是一个非常假设的问题。不过他明确表示，如果格陵兰遭到攻击，欧盟27个成员国的共同防御条款也将适用。负责外交政策的发言人 Anita Hipper 补充说，我们很清楚各国的主权必须得到尊重。德国总理舒尔茨也以严厉的言辞
拒绝了美国未来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格陵兰的威胁。舒尔茨周三在柏林表示，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适用于每一个国家，无论它在我们的东边还是西边，每个国家都必须遵守这一原则，无论它是一个小国还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舒尔茨说，他已就这一问题与欧洲同事进行了交谈，很明显，对美国目前的声明缺乏某种理解。法国外长巴罗此前曾明确表态反对特朗普试图控制根据国际法属于欧盟国家丹麦的领土，并明确将欧盟卷入其中。毫无疑问，欧盟不会允许世界上其他国家攻击其主权边界，不管他们是谁。巴罗周三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说，我们是一个强大的大陆，他不相信美国会入侵格陵兰岛。格陵兰岛属于丹麦，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但政治上基本独立。北约的5%计划，特朗普还说，他认为北约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这目标，对所有希望在未来依靠美国保护的成员国来说都是明智的。不过，他没有说明是否希望将这一数字作为官方目标。加拿大和丹麦都是北约成员国，他希望将这2个国家的领土并入美国。12月，《金融时报》报道了特朗普要求将北约的目标定为5%的计划。该报道根据特朗普圈内人士提供的信息称，美国当选总统最终准备接受3.5%的国内生产总值。他还就乌克兰战争表示，他同情俄罗斯关于乌克兰不应加入北约的立场，并对自己在就职典礼前不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表示遗憾。特朗普还指责即将卸任的民主党总统乔拜登涉嫌改变美国在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上的立场。关于2021年对国会大厦的袭击，特朗普希望在他就任总统的头几天，对当时参与未遂政变的他身边的人进行大规模赦免。打击风力发电，特朗普还再次宣布，他将终止目前出于环保原因仍被禁止的大部分海上石油钻探禁令。另一方面，他将指示政府今后加大风力涡轮机的建设难度。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不再新建一座风力涡轮机。特朗普列举了此前他已多次批评过的削减用水量的尝试，认为这是对环境法规的进一步放宽。他说，雨水从天而降，你在淋浴时多用水还是少用水没有什么区别。特朗普此前曾宣布阿拉伯世界将向美国数据中心投资数十亿美元。本周二，在与达马克地产公司董事长来自阿联酋的亿万富翁侯赛因·萨贾瓦尼共同出席活动时，特朗普提出将在美国多个地区投资200亿美元。人工智能需要巨大的计算能力，这反过来又需要大量电力。根据麦肯锡的分析，到2030年，这些数据中心的相应支出可能会超过2500亿美元。德国社民党外交政策专员拉尔夫·施泰格纳对特朗普要求北约国家至少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国防的要求提出了尖锐批评。这完全是疯了！我们不需要世界上有更多的武器，我们需要的是更少的武器。施泰格纳对美国新闻门户网站政客 Politico 的华盛顿解码栏目说，与此同时，欧洲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施特拉克·齐默尔曼敦促保持克制。我们不应该让特朗普的每一次发言都把我们逼疯。我们现在不是在赶集。好，朋友们，我们可以看到，小小奥地利这家媒体竟然有超过3000条评论，可见关注度非常高。好，我们看第一条评论。10年前听到这样的言语，我还以为自己是在看一出讽刺剧，现在我开始对人性失去信心了。下条评论。这家伙简直无法阻拦，其中很多很可能是无稽之谈，但突然接管国家，必要时可使用武力，人们会喜欢他，或废弃绿色能源，并用页岩气取而代之等想法，进一步摧毁地球的时间，距离他实际已经袭击的时间还很远。当然，暴力冲击国会大厦的人也应该受到大规模赦免，只有阴谋论的追随者才会真正遵循这种逻辑。再往下，狂热的阴谋论者夺取世界霸权。再往下，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几乎所有地方的人们
都在一致投票选出最疯狂的人来掌权。那个人的行为越原始、越恶心、越反社会，获得的选票就越多。民主制度正在慢慢走向终结。正如历史上的惯例一样，事情只有变得非常糟糕时，人们才会意识到自己真正从中得到了什么。下条评论：这个人疯了，或者说这就是地缘政治如何重新进入美国外交政策的。很难说这到底是认真的还是一场闹剧。但如果美国又开始质疑划定的边界，那么我认为第3次世界大战其实已经近在咫尺。欧盟现在必须团结起来。继续往下，他现在完全疯了。我怀疑马斯克和特朗普在一起会变得更加狂妄，甚至比他们每个人都更自大。再往下，如前所述，法国和英国有必要将格陵兰岛和巴拿马置于其核保护之下。最重要的是，欧盟还必须让特朗普这个疯子明白，他不能随心所欲。下条评论：这个人太愚蠢了，让人身体隐隐作痛。这样的人当选，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继续往下，如果你投票给一个白痴，你就会得到白痴政治。我们再往下，这个人的言论越来越令人震惊了。仅仅是把幅员辽阔的加拿大变成美国一个州，然后认为这样做对共和党有利的想法，就显示出他的精神错乱。事实上，他威胁要公开吞并外国领土，即使是顽固的共和党人也应该敲响警钟。下条评论：显然他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了。继续往下，我还没听到他宣布将向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人提供武器支持，他忘了吗？再往下，国际法和国内法显然已经一文不值，就像流氓国家一样。下条评论：地球上的情况正变得越来越不舒服。再往下，可悲的是，这个疯子是由明显占多数的美国人选出来的总统。在欧洲也有无数支持者认真地称他为和平总统。众所周知，人类的愚蠢是无止境的。感谢社交媒体上同样无止境的虚假信息和宣传，社会似乎越来越失去理智，而且不仅仅是在美国。下条评论：他现在想吞并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巴拿马，夷平中东。当然，这样的人是多数票当选的。与之相比，奥地利的选民还是无害的。继续往下，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一部分，因此与丹麦紧紧相连的。丹麦同时加入了北约和欧盟，这两个联盟在发生防务问题时都会积极行动。特朗普到底在做什么春秋大梦？谁会为这种愚蠢行为喝彩？再往下看，洗洗睡吧，这比中国第一次封城更可怕。我们熟悉的秩序正以惊人的速度瓦解。好，看最后一条评论。意料之中，自小布什上台以来，美国作为一个领导型国家的衰落已经显而易见。自普京上台以来，俄罗斯的发展也是可以预见的。唯一令人费解的是，欧洲的政治人物怎么会蠢到袖手旁观，而不是逐步但稳步的自力更生？好的，朋友们，今天关于特朗普疯狂想法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你们有什么看法呢？请在评论区留言，谢谢大家。